沟通本来就是一条双向道，如果你希望别人倾听，你自己就要先当一个倾听者，这是提升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技巧。倾听虽然是常识，可是很少人能够做得到，所以要不断的练习。我跟大家分享4个能够提升倾听能力的秘诀。快乐地图创造幸福。Hello， 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sie， 欢迎收看快乐地图。这一集快乐地图，我们要来聊积极倾听。你在跟人交谈的时候，想想看，你是听得多还是说得多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说得多，那是非常正常的，因为根据研究显示，人们在谈论自己的时候，会激活我们脑中的多巴胺，会感觉特别的快乐。既然大家都喜欢谈论自己，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好好倾听对方，就好像送给对方他们心爱的礼物一样，肯定会让他们更喜欢跟你互动。这对提升你的人际关系好感度有很大的帮助。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听众吗？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。你在跟人交谈的时候，第一，你会心中预想怎么回应；第二，你会脑子里想其他的事情；第三，你等对方说完之后会转移话题；第四，你会打断对方表达自己的看法；第五，你会边听边做别的事。如果以上的答案你有一个是 yes， 这就表示你的倾听的能力可能还有一点点进步的空间。什么是积极倾听？首先你要能够全神贯注地听对方在说什么，然后表现出兴趣和同理心，还要能够反思你听到的内容。倾听虽然是常识，可是很少人能够做得到，所以要不断的练习。我跟大家分享4个能够提升倾听能力的秘诀。第一是保持沉默。你有没有发现英文的倾听 listen 和沉默 silent 使用同一组的字母？你认为这算是巧合吗？当我们在跟人交谈的时候，不打断别人是一种尊重和礼貌的表现。此外呢，我们的身体也要保持沉默哦。你在跟人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要身体摆动，或是左顾右盼，坐立不安。第二是提问问题。提问问题可以鼓励对方告诉你更多的资讯。例如，你可以提问：我刚刚听你说 XYZ， 我说的对吗？来做澄清。你也可以问：你说的这个很有趣耶，可不可以请你再多说一点？来做更深入的探究。第三呢，是支持型的回应。当别人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要把焦点放在对方的身上，不要转移话题。举例来说，你的朋友告诉你，昨天我去吃了一家非常好吃的日本料理。你如果是要做支持型的回应，应该说：哇哦，你是去哪一家餐厅啊？你吃了什么好吃的菜？如果是转移话题呢，你就会说：我不喜欢吃日本料理，我比较喜欢吃牛排。第四是用同理心倾听。所谓同理心倾听，就是能够专心的听，只要给对方关怀和支持，不要评断或给建议。别人对你倾诉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：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，或是问对方说：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来支持你呢？沟通本来就是一条双向道，如果你希望别人倾听，你自己就要先当一个倾听者。积极倾听能够让对方觉得被理解和尊重，而更加的信任你。所以他们除了会把你当成倾诉的对象之外，他们也会愿意倾听你的分享。
这是提升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技巧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喽。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吗？那请记得订阅、分享和开启小铃铛。快乐地图祝福大家快乐幸福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